003航母下水的时间为何推迟了？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004航母加紧开建，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有怎样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此前关于003航母下水的消息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这就是003航母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航母的发展。且此前有消息指出，中国003航母将在6月3号端午节下水。而且，中国海事局发布公告称，打造003航母的上海江南造船厂有5艘商船将下水，以此来清空相关区域，方便003航母更好下水。此外，此前也有分析人士指出，003航母将在端午节当天下水，因为003航母可能需要花好几年才能发挥初始战力，需要尽快进行海试，以此可以早日形成战力。然而，虽然此前网上关于003航母的消息层出不穷，但是真的到了6月3号端午节，我们却没有看到003航母的消息，这使人难免会感到有些失落。对此，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海事局在6月2号并未向2017年山东舰下水时班发布公告，要往来商船避开有特殊安排的江南造船厂水域。反之，中国海事局2号的公告说，江南造船厂基于船只作业需求，港池挖深工程延期至2022年6月30号。因此，这也意味着003航母的下水时间被推迟了。虽然这已经不是003航母下水时间第一次被推迟，此前有消息指出，003航母会在4月23号中国海军建军73周年时下水，但由于上海新冠疫情影响，就导致003航母下水时间被推迟。然而，消息也指出，上海江南造船厂为了在上海新冠封城后赶进度，动员了近4000人。他指出，江南造船厂能提前恢复作业，是由于在封闭式的管理系统下，所有的作业人员都不准外出，以此来更好地加快对003航母的研制，并可以赶在6月3号端午节实现下水。现如今，随着端午节临近，003航母却没有下水，这其中肯定存在着一些因素，没有对外界公布。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在003航母做好战斗准备前，仍有漫漫长路要走。它下水只意味着干船坞内的部分打造作业完成，要是没有发现漏水等问题，可望展开较全面的乙装新阶段作业，而乙装作业涉及无数测试。这意味着003航母在海试前将会在船坞再待上一阵子。此外，据专家分析称，目前003航母包括导弹，还有精密的雷达等武器系统都还没有安装。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在2012年服役后，花了6年才发挥初始战力。而据央视说，中国国产第一艘自制航母山东舰还在朝发挥初始战力的目标迈进。值得一提的是，003航母拥有电磁弹射系统等，比前2艘航母都先进的技术，因此003航母需要5年才能发挥初始战力。由于003航母采用传统动力，排水量约6.5万吨，只能和美国2009年退役的小鹰号航母相提并论。此外，专家强调，航母上最强大的武器就是舰载机，但003航母渴望和辽宁与山东舰一样，继续配备歼15飞鲨战机。此外，据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说，003航母可能还需要长达10年才能彻底发挥战力。不过，他认为它和辽宁舰与山东舰还有大连及广州造船厂打造的其他战舰相比，在品质和做工上要好得多。然而，关于003航母下水时间延迟，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外界的广泛猜测，都对003航母延迟下水开始议论纷纷。这就使003航母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虽然003航母没有像网上说的那样在端午节如期下水，这对于大众确实是挺大的消遣，但是这对于中国来说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中国003航母肯定不会像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那样会重复下水好几次，甚至在大部分舰载设备还未安装完毕的情况下就下水。相反的是，由于003航母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中国必须在003航母的建造上十分严谨，以便可以在其真的下水的时候能够保持最好的状态，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威力。这就是中国对此格外重视，所以中国海军对于003航母的下水时间进行严格把控。然而，关于003航母目前的状况，有相当一部分西装工作将要在下水前完成部分调试，以便可以在下水的时候获得最好的结果。此外，有消息称003航母有平顶飞行甲板，将如同世界最先进的航母般拥有电磁弹射器，
而按照中国以由北向南沿海省份为航母命名的原则，将被命名为江苏舰，将会在今年内完成正式下水。然而，除了关于003航母延迟下水的消息，也有消息指出，中国对于004航母的修建工作也已经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就是中国在航母的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有消息指出，中国004汉沽的建造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且已经有了一些进展，这对于中国推进004航母的建造工作有着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航母发展的速度。据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下一艘004航母将比003航母更先进，甚至比美国的福特号航母也更先进。004航母会在003航母的基本架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满载排水量进一步增加到约10到11万吨，补足核动力和隐身舰载机的缺陷，成为中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核动力航母。而且相比于003航母，核动力的加持可以让004航母的动力更为充沛。因此，004航母的满载排水量有望增加到福特级的11万吨级，甚至更高。而且004航母将采用国产综合电力系统的应用，004航母的甲板面积将会变得更大，这也使得电磁弹射器也将从3条增加到4条，从而能进一步提高舰载机的起飞效率。所以，由于中国004航母的这些改变，就使得004航母不仅在整体性能上碾压尼米兹级航母，而且在体型上也是超过福特级，从而使得中国的004航母超过美国的福特号航母，一举成为真正的世界最强战舰，并奠定在世界航母中的绝对领先地位。此外，对比003航母，从最新爆出的图片来看，可以得出中国004航母的舰岛模样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原先舰岛上方的封闭式主桅完全换了一个外形，新舰岛更加简洁，没有了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岛上的多个大球和382型海鹰3座标雷达，代之以多个大小不一的平板。值得一提的是，004航母还将全面采用综合射频技术，利用集成化的多个频段的相控阵雷达天线来实现更好的信息感知能力。而且舰岛外形简洁化之后，雷达隐身能力也变得更出色，这点也完全超过了美国福特级航母。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加快了对004航母的建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加快了中国航母的发展。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有着极其巨大的促进作用。虽然003航母的下水时间受到了延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003航母的研制遇到了问题。然而，这凸显出中国对于003航母研制的重视，需要将其调整到最佳状态，以便可以更好实现其下水。这对于中国海军的发展也将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希望003航母将在今年实现下水，对此我们就一起来期待吧。